你要把这个人活生生的立住，你需要很多自己自身散发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和这个角色非常自然的结合起来，才能感染观众。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和坚强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发展到后期，她身份的变化让她扛起了更大的责任，也让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女性。我希望以后的角色也是能够带给大家这种正能量的感受，让大家看到我的角色能够开心，能够觉得自己也充满力量。叫你们掌柜出来！以后要敢再造谣生事，小心我这把刀不长眼睛。赤诚常玉，自强不息。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田曦薇，也是樊常玉。欢迎我们熟悉的朋友小田。大家也说你是内娱力量感甜妹嘛？你自己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时刻把田曦薇本体放出来的？其实还蛮多时刻的，因为剧本它就是一些文字存在在书本上，但是你要演的话，你要把这个人活生生的立住，你需要很多自己自身散发的东西，这样才能够和这个角色非常自然的结合起来，才能感染观众。真的，他感觉是一个很有个性，然后很有魅力的角色。那你自己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个时刻觉得很让人着迷？就我接到这个人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每一方面都非常吸引我，在哪个阶段也都非常吸引我。前期他作为一株在荒野中求生的艰难的小草，他在善良的做自己的时候，能够撑起自己和妹妹的天。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和坚强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发展到后期，她身份的变化让她扛起了更大的责任，也让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女性。这样有担当、善良的女性就是一个很有魅力。她站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崇拜她。站在那里，感觉散发着光的感觉。对，田曦薇也会为她沦陷。哦，对，是的。樊常玉她前期是杀猪少女嘛，然后后面是女将军。演后面女将军的时候，有没有哪个时刻让自己爽到的？其实有爽到，就比如拍打戏虽然很累，但是确实出来的效果觉得自己还蛮帅的，然后觉得自己辛苦的训练是有成果的。因为我看有很多那种大战争那种场面，有没有哪些是特别挑战的呢？特别挑战。有，我们穿盔甲上阵的时候，因为太重了，会非常重。那个盔甲真的穿上去之后，就再也不想再穿的。连我们小田都已经受不了了。大家都说看完《逐一》之后，最大感受就是田曦薇太适合演生命力旺盛的女生了。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对我来说非常高的评价。我希望以后的角色也是能够带给大家这种正能量的感受，让大家看到我的角色能够开心，能够觉得自己也充满力量。这是我的荣幸。真的就感觉你演的很多角色，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很有力量，看完之后好燃啊！希望大家看了这些角色之后都能充满力量。前几天有一个花絮说你跳上桌之后完全是小猫具象化了，很像被惹怒的小猫。那你觉得如果惹到樊常玉可以靠什么哄好他呢？如果惹到樊常玉，他会把你惹回来。惹回来必报，有仇必报，是不是？可以去他的猪肉铺买猪肉，这样就可以哄好他。樊常玉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女性。对，如果她生气的话是会什么表情？以下樊常玉上身。如果田曦薇生气呢，会是什么样子的？也是一样。对，那田曦薇如果生气的话，靠怎么样可以哄好？我就毛茸茸的走开。毛茸茸的走开，那是自己哄好吗？对，我就自己待着，自己把自己哄好了。逐一已经开播几天嘛，就热度真的非常高。你有没有同步一起在我们鹅追剧呢？有，而且就是鹅的弹幕非常好笑，对，是吧？有脑洞非常大，对，提供了非常多思路。是的。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弹幕？有，就比如说我见到钱姐的时候，然后弹幕就飘过“恭喜二位救人”。对，因为我和雪儿是对上一部也和雪儿有合作嘛，然后这一部就是再续前缘，所以说弹幕上我就觉得，恭喜二位救人，蛮好笑。这部演好闺蜜，对，就感觉是携手一起走过了很长的时间。就大家都说，就看剧中两位漂亮女生搞事业，真的好爽。对，后面会更精彩。老人都说，杀猪的人身上有股煞气，小鬼都不敢靠近。我守着你，你就不会再梦魇了。
樊长玉和谢真之间前期是不断的拉扯，后面越拉扯越带感。你觉得最好磕、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好磕，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非常的鲜明。第一个阶段就是那种小而美的温馨啊，小小的拉丝啊，然后后面可能就是拉扯，都有比较强烈的情感波动。后面是真的拉扯，真的是拉扯，后面就越来越带感，会非常的精彩哦。对，真的有很多出圈的名场面，就现在已经有很多了，比如说我杀猪娘娘，然后还有陈皮糖吻，后面有没有哪些名场面可以提前透露的呢？有，我觉得谢征和常玉分别的那场戏其实挺伤感，然后充斥着爱又伤的感觉。对，然后还有掉马甲之后两个人的那种争吵。骗人好玩吗？我迷晕你，那是因为害怕你死在战场上。对对方极致的关心而带来的怒气，这些很复杂的情感到后面都很吸引人。那如果樊长玉、谢真来到现代的话，你给他们安排一日约会行程，想安排什么呢？哇，一日约会行程，我觉得想给他们大发善心，安排他们去游乐园。哦，去游乐园。大发恶心就让他们去扫楼，跟我们一起跑宣传。对，来鹅的家看一看，来鹅家了，真的准备了很多绝活。最后再给大家推荐安利一下来鹅看我们的主语，然后后面剧情有值得期待的地方。我们如玉里面有秀色可餐的男生和女生，有非常治愈人心的烟火气息，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如玉。真的后面越来越精彩。欢迎熟悉的小智来做客我们入戏的今天访谈。我反被邀请了，那小智来采访吧。那你觉得樊长玉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感，然后就是非常有魅力，就谁见了谁会不爱的角色呢？是不是？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采访吧。OK。小小的屠户女，非常低微的一棵小草，一个人站在风雨中，是没有那块挡板的，成长成为大家遮阴、为大家避雨的一棵大树。她本身不需要别人承认或者是鼓励，她就能自己坚韧的生长的一个小女孩。越成长就感觉越喜欢这个女孩子。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我又来啦！我是演员田曦薇，也是樊长玉。当时看完主语，了解完樊长玉这个角色，什么感受呢？她是一个非常有侠义之心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她剧中会有很小女孩的一面。对对对，小女孩的娇羞啊、可爱啊，在处理爱情方面的那种女生独有的青涩，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坚韧的心。感受完这个角色之后，最吸引的会是什么？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你觉得和以往演过这种古装剧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突破？首先就是她真的完全是从一个小小的屠户女，非常低微的一棵小草，然后成长成为大家遮阴、为大家避雨的一棵大树。看完剧本的时候，你觉得最期待她的一场名场面戏份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场吧，就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是一个杀猪的戏份。杀猪的第一场吗？对对对，当时就觉得放在第一场会觉得比较吸引观众吧，因为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那前期在饰演她这个杀猪少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设计在吗？服化方面，就是导演可能就会要求要糙一些、利落一些。表演上，导演会觉得颗粒度比较大，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女孩。大大咧咧这方面，田曦薇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性格在里面。对对对对，是有点钝感在里面。钝感。那你觉得这方面和自己的性格像吗？我还好，我在生活中感觉还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刚刚也说到，这个杀猪少女是以往角色没有过的。她的这些经历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或者意外的？有啊有啊，越成长就感觉越喜欢这个女孩子。比如她会主动去承担一场灾难之后，她会想去召集流落在外的父老乡亲。虽然她只是一个杀猪女，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她在战场上，她会承担去保护伙伴，然后去奋勇杀敌。从杀猪少女后期成长为这种女将军嘛，完整的这种成长线，你在后期的时候如何去呈现她这种改变呢？核心她的理想是没有变的，自己的主线任
任务是一直坚定的保持的，然后他变得可能就是他对待外部环境的一些态度。那你觉得在哪个阶段对你来说会更挑战一些？阶段就是后期阶段，其实蛮有挑战性的。他也经历了很多磨练嘛，你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共情或者共鸣他的地方呢？共情的一点其实就是他父母亲正好在成长路线上就缺席了。当时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一个人站在风雨中，但是没有那块挡板的。父母亲的去世对于我而言，就是我需要独自去承受这些外界所有的风霜了。养个20-30头猪，那就100头。那你在前期演他杀猪少女身份的时候，会有心理包袱吗？没有，还好，真的，我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意思的。第一次拍这场戏的时候，感受怎么样的？感受还好，但是也会非常认真，就是心里在暗暗告诫自己要投入多少精力，要仔细看老师这个刀是怎么划。看路透有很多你的一些打戏，这种双刀打戏啊，尤其他到后期成为飒爽女将军的时候，这些戏份的拍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和准备呢？就是前期会有威亚呀，还有那些拳脚功夫的训练，然后但是到战场上还是会觉得。哇，因为那个氛围就非常不一样，就到了那个现场，其实会很震撼。对，就关于就是那种战场的残酷，那种血肉的碰见，其实还挺触目惊心的。有没有比如说这种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大场面戏份？有一段其实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其中有个小伙伴对，在一场战争中死掉了。那个时候给我真正触动的就是站上这个战场的人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但是战争就把他们的生命夺走了。樊长宇他是一个内心认定的话就会很坚持的很强大的人，你觉得这方面和田曦薇自己像吗？希望越来越像吧。希望越来越像。那现在田曦薇是怎样的？就是时不时摇摆，但是还算坚定的一个人。摇摆，比如说在面对什么的时候会摇摆？比如选择的时候，比如就是这个态度我应该是保持怎么样的时候，是指面对外界的一些对外界的声音这种，对，会有动摇的时候，那动摇的时候自己如何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呢？就把自己拉回来，就最后拉回到自己这个节奏里面去。樊长宇他其实是非常个性鲜明的人嘛。田曦薇进入到演艺圈成为艺人之后，你觉得现在经历了几年的成长，就做艺人和做田曦薇自己有冲突吗？还好，或者是说有冲突，我其实感觉也能克服。因为做艺人也是自我的一个选择，是这个选择也是一部分自我的表达。做演员会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演戏，这也是我自我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会觉得我的自我被艺人这个身份吞噬的话，我觉得我会停下来。停下来之后，那怎么去调节呢？暂时把这个身份先放一放，先找回自己的节奏。先去睡觉啊，或者是调节一下节奏。对。那大家也会非常希望，就是继续看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你。谢谢。杀青告别樊长宇了嘛？就是如果要跟他说一句告别感言的话，想说点什么？首先，他本身就是不需要别人去承认或者是鼓励，他就能自己坚韧的生长的一个小女孩。但是我还是想夸夸她在风雨中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保护自己，在成长路线中也没有丢失过自己纯良的心性。我觉得这是很感动我的。你当时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哪些戏让你挺有意思的这种？感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猪真的有点难弄，就是不管是赶它的时候还是抓它的时候，拍完之后还想养这种宠物猪的想法吗？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还是不敢去设计。对。